全世界证券交易员、投资家的专业媒体，股市简报，内容来自全球专业媒体，由六度简报团队制作。六度简报的网址是6dobrief.com。日本的另一代投资者可能很快就会被烫伤。经济学人，上一次日本日经225指数达到如今的高位时，苏联正在解体，互联网正处于起步阶段，而明任天皇刚刚登基。日本股市目前仅比其创下的历史最高点少了1/5，该点位设在1989年12月，正值日本泡沫时代的狂热顶峰。对日本股票的浪潮兴趣不断增加，截至目前，今年已上涨了24%，这可能会推动市场进一步上升。日元贬值让海外赚钱的公司利润增加，对公司治理改革的乐观以及美国投资者沃伦·巴菲特的兴趣也起到了推动作用。全球其他地区缺乏引人注目的选择也对此有所帮助。今年迄今为止，外国投资者在日本股票中的买入金额超过卖出金额380亿日元，270亿美元，是自2013年以来最多的。受益者包括日本的价格便宜的价值股，例如巴菲特购入股份的5家综合贸易公司。这些公司的股价今年已经明显超过市场平均水平，上涨了28%至45%。在拘谨的日本董事会上，便宜估值公司的股东行动主义在今年创下了新纪录，以股东在年度股东大会上的提案数量来衡量。但有经验的投资者知道，太阳升起的国家过去曾经有过不少虚假的黎明。日经225指数在1999年底至2000年3月的高峰期间上涨了超过40%，之后互联网泡沫破裂。它在2004年底至2007年中间上涨了超过50%，之后全球金融危机爆发。在2012年安倍晋三当选首相并承诺推动经济增长后的基年里，该指数翻了一番以上。安倍拉力的规模不仅比现在大，而且外国参与度更高。2013年，海外买家购买了16兆日元的日本股票，是他们今年购买量的4倍。尽管日本的公司治理质量在过去10年间有了显著提升，但外国投资者已几乎全部出售了他们在那波乐观情绪中购入的股票。这是因为安倍承诺的增长大多未能实现。以日本摩根士丹利资本国际 MSCI 日本指数的每股收入来衡量，以美元计算，仍然低于全球金融危机前达到的水平，并且略逊于英国和欧元区平庸的股市水平。一些分析师预见到更好的经济环境。咨询公司 Gecko Research 的 Judith Second 表示，通胀回归日本，不包括食品和燃料的价格在 4.1% 的年增幅，预示住一个良性循环的开始，这将提高工资和消费支出。然而，迄今为止，如果这样的循环来临，证据仍然稀缺。过去1年，名义工资只增长了 1%， 意味着工人实际上正在经受实质工资下降的压力。股东友好的公司治理带来的增加的盈利能力和回报有助于推高日本股市，改善的估值将使其进一步上升。然而，实现持续上涨的坚实经济增长实际上是一个先决条件，这意味着日本的另一代投资者可能很快就会被烫伤。随着当地市场暴跌，中国投资者涌向日本 ETF。彭博社，随着中国股市显示出复苏的迹象不多，中国的散户投资者正蜂拥购买日本的股票产品。据瑞穗证券的分析，一些追踪日经225指数的中国交易所交易基金 ETF 在5月份的资产翻了一番以上，日本的股票指数在该月上涨了 7%， 达到了30年来的最高点，这与中国的 CSI 300指数下跌 5.7% 形成了鲜明对比。瑞穗证券的策略师山山旺和 Masatoshi Kikuchi 在6月7日的一份报告中写道，随着日本股市不断创新高，日本股票在中国市场吸引了关注，这推动了对日本股票 ETF 的更高流入。我们预计中国股票的回调将加速资金流入日本股票。根据报告，中国国泰安汇日经225 ETF 的管理资产从4月底到5月底激增了近300%。达到 2.13 亿元人民币2980万美元，而一方达富兰克林日经225 ETF 的管理资产增加了 236%， 达到 1.71 亿元人民币。策略师们表示，这2个基金都受到散户投资者的大量投资推动。中国经济复苏速度较慢以及与美国的紧张关系令投资者感到失望。中国的股票指数已经抹去了今年的所有涨幅，
而日本的股市则受到通胀回升和企业治理改善的支撑，在2023年全球表现最佳的股市之一中取得了双位数的增长。策略师们指出，日本鼓励企业实现公正价值的努力可能会吸引中国投资者，因为国有企业的低估值在中国也成为热门交易。风险消退，担心措施可能会在近 20% 的反弹后推动美国股市。路透社，美国股市多月以来一直存在的忧虑正在减退，这使得一些华尔街公司提高了对股票的展望，并吸引了一直保持观望的投资者。经济强劲的迹象，对提高美国债务上限的协议的安心，以及可能接近尾声的加息周期，使投资者感到振奋，推动标普500指数从去年10月的低点上涨了近 20%， 这是牛市的一个定义。进一步的上涨可能取决于去年将股票配置削减到最低的投资者是否回到市场。现金资金充裕，美国货币市场基金资产上个月达到新高，达到 5.8 万亿美元。而根据巴菲全球研究最新调查，全球基金经理的现金水平相对于历史来说仍然偏高。而根据德意志银行的数据，虽然计算机驱动的策略已经进入市场数月，但包括主动型共同基金在内的自由裁量型投资者的配置，相对于2010年以来的时间中有 74% 的时间是较轻的。Horizon Investment Services 首席执行官查克·卡尔森表示，市场上似乎有一些更乐观的氛围。他还补充说，进一步的强势可能会带来进一步的强势，因为害怕错过的因素。中美技术战争的背景下，西方企业无法忽视中国。日经亚洲，最近，中国社交媒体上热议的焦点之一是特斯拉首席执行官埃隆·马斯克。这位特斯拉 CEO 3年来首次访问中国，他的私人飞机，他在北京一家餐厅的晚餐菜单都成为社交媒体上的热门话题。他在回到美国后发布的一则仅包含一个字母 X 的推文，引起了人们对他的中国之行意义的猜测。马斯克在中国停留了大约44个小时，日程安排紧凑且保密，只有少量信息通过官方渠道公开。他会见了中国的外交、工业和商务部长，他与特斯拉的电池供应商 CATL 的创始人曾鑫晚餐，但没有提供具体细节。马斯克受到中国外交部接待，他不仅被视为重要的外国投资者，也被视为一位重要的政治人物和北京的朋友。除了马斯克，自中国在今年3月完全向访客开放以来，还有其他几位西方高级执行官来到中国。摩根大通首席执行官杰米·戴蒙在5月访问了中国，而 LVMH 董事长贝尔纳·阿尔诺则计划在本月访华。由于中国奢侈品市场的回暖， LVMH 在第一季度实现了 17% 的年度增长，这在很大程度上推动了他们对中国的重视。在日益加剧的地缘政治紧张局势和中美技术战争的背景下，西方企业无法忽视中国这个亚洲最大经济体，无论是作为一个重要市场还是一个关键供应商。中国企业对与西方企业建立联系仍然感兴趣，尽管他们可能会遇到政治风险。特斯拉正努力在竞争激烈的电动车行业中确保电池供应。这家美国电动车制造商最近告诉松下，他们将购买尽可能多的松下在内华达州工厂能够生产的电动车电池。作为特斯拉的主要客户，特斯拉的需求增加使松下在内华达州工厂增加了第15条生产线，该生产线预计在未来1到2年内投入运营。这将使该工厂的年产能增加约 10%， 从目前的38到39吉瓦时增加到足以提供能源给约50万到70万辆特斯拉 Model 3。在中国，开发大型语言模型的热潮继续席卷。过去3个月中，有30多个中国实体，从科技巨头到国家支持的机构和企业家，纷纷宣布他们正在开发自己的大型语言模型。这是聊天机器人如 ChatGPT 和 Google 的 Bard 的基础技术。德国企业对中国业务的热度掩盖了北京的魅力攻势。南华早报，德国企业在中国逐渐对卷入不断升级的地缘政治紧张局势和市场前景不佳的风险感到更加谨慎，这对投资者信心投下了阴影，并导致更多元化的商业格局。根据中国德国商会最近的一项调查，超过一半的会员企业预计今年中国的营商环境将保持不变，甚至可能恶化。对于在新冠疫情后的中国做生意的态度，也不如最初预期的乐观。
该调查是在5月中旬对288家德国企业进行的快速调查，这可能是对北京发出的最新警告信号。北京一直试图讨好外国投资者，以支持中国经济，同时努力与欧洲保持良好关系，以化解与美国的紧张关系。根据纽约的智库机构 Rhodium Group 的研究，德国汽车制造商大众、宝马和戴姆勒，以及化学巨头巴斯夫，从2018年到2021年，占了所有欧洲对华直接投资价值的 34%。超过 40% 的受访者表示，由于中国的重新开放，他们预计所在行业在年底前将出现恢复，较去年增加了5个百分点。然而，超过1/3的受访者预计自己的工业状况将恶化，比去年增加了6个百分点。商会北中国分会执行主任詹斯·希尔德布兰德表示，地缘政治对企业在中国的影响深远，推动他们推进本地化和多元化战略作为风险管理措施。虽然近 55% 的受访企业表示打算在未来2年增加在中国的投资，但德国商界对此的热情已经减退。在2021年2月，超过 70% 的企业有这样的计划。地缘政治不稳定是企业在削减投资时的主要考虑因素，中国市场的表现不佳也削弱了他们的信心。在中国的商业格局中，这种趋势得到了广泛的体现，大多数外国企业选择留在中国，但许多企业在部分撤离的同时，加快了在其他地方的产业转移或搁置了投资计划。近年来，计划将供应链从中国转移出去的德国企业比例已经下降，目前有1/5的企业有这样的计划，而去年报告有这种计划的比例超过1/3。当时全城封锁引发了投资者的重大担忧。投资者预期中国政府将采取更有效的措施来激活市场，许多人希望看到领导人通过补贴提振消费者信心。中国德国商会呼吁中国政策制定者立即采取行动，提供针对企业的有针对性支持，消除现有的商业障碍，并创造更透明的监管框架、更详细的政策解释和更简便的签证程序。为石磨美元的派对还没有结束。南华早报，尽管由于美中贸易战和美国最近对俄罗斯实施制裁，目前对美元的仇恨浪潮，美元仍然是最主要的储备货币。因此，巴西、俄罗斯、印度、中国和南非金砖国家的共同货币概念造成了与欧元区类似的困难，只是该集团更加多样化。美元目前涉及 88% 的外汇交易，占全球官方外汇储备的 60%， 全球贸易的一半左右以美元开具发票。韩国央行早期政策转变可能会增加当地货币压力。路透社，韩国央行表示，其货币立场的早期变化可能会增加对该国货币的压力，并警告说，在金融失衡、通货膨胀和与房地产市场有关的信贷风险等问题中，必须仔细考虑政策变化。韩国央行近几个月将利率维持在 3.5%， 处于2008年底以来的最高水准，在过去18个月中加息了300个基点。央行数字货币的有缺陷的论点。经济学人，尽管对于央行数字货币 CBDC 的批评者来说， CBDC 是一种找问题解决的方案，但对于支持者来说， CBDC 是对数字化世界的必要回应。各地的央行正在研究这个想法。最近，一些人已经支持了一个观点，即 CBDC 将需要作为无现金金融系统中货币价值的锚定。这个观点可能促使政府重建他们的银行和支付系统，但它经得起审查吗？英国央行最近阐述了这一逻辑，他们的有关 CBDC 的公开咨询将于6月30日结束。其逻辑如下：人们有信心持有银行存款由私人部门发行的货币，部分原因是他们知道随时可以将其提取为纸币和硬币由国家直接发行的货币。但实物现金在使用和实用性方面都在下降。你无法在互联网上使用它，越来越多的商店坚持使用数字支付。如果不能将银行存款兑换成有用的公共货币，银行存款可能会失去与稳定币或其他数字货币等类似于公共货币的新竞争对手的竞争优势。因此，英国财政部和英国央行认为零售 CBDC 很可能为英国流通的所有货币的价值和稳固性提供锚定，正如英国央行副行长乔恩·坎利夫爵士所说。法兰克福也得出了类似的判断。欧洲央行必须确保我们发行的货币保持其作为货币锚的角色。欧洲央行理事会的法比奥·帕内塔说。
然而 ，CBDC 将需要作为货币价值锚定的观点并不令人信服。在美国，这个想法并未受到热情的联邦储备系统并不赞同。实物货币可以有效消失，一切仍然正常运作。联邦储备系统的克里斯·沃勒辩称。迈阿密大学的大卫·安多尔法托也表示同意。他说，实物货币的消失根本没有任何影响。美国申请失业救济金人数自2021年10月以来最高。国会山报。上个月，美国雇主新增了强劲的33.9万个就业岗位，远远超出预期。上周的报告对就业市场大多是令人鼓舞的，但也存在一些混合信号。值得注意的是，失业率从4月份创下的50年低点 3.4% 上升到了 3.7%， 创下了自10月份以来的最高失业率。4月份，雇主发布的职位空缺数量达到了1010万个，较3月份的970万个有所增加，是自1月份以来最高的。经济学家原本预计职位空缺数量将降至950万以下。这些报告以及失业救济数据都可能对美联储官员在其下一个加息举措方面产生影响。大多数经济学家预测，美联储将在下周的会议上暂停加息，尽管强劲的劳动力市场可能会说服中央银行继续按照季度加息25个基点的步伐前进。今年1月至3月，美国经济以乏力的 1.3% 的年增长率增长。由于企业担心经济放缓而削减了库存，这与最初的 1.1% 的增长预估相比略有提升。尽管劳动力市场依然强劲，但最近在科技行业出现了显著的高调裁员情况，许多公司如今承认在疫情期间过度雇佣。IBM、微软、Salesforce、Twitter、Lyft、LinkedIn、Spotify 和 DoorDash 近几个月都宣布了裁员。亚马逊和 Facebook 母公司 Meta 自去年11月以来各自宣布了2轮裁员。除科技行业外，麦当劳、摩根士丹利和 3M 最近也宣布了裁员。总体而言，截至5月27日的那一周，共有176万人领取失业救济金，比前一周减少了约37000人。GameStop 股价在公司5年内第5次退出首席执行官后暴跌。加拿大环球邮报。零售商 GameStop 的股价今天在纽约证券交易所下跌了近 20%。此前首席执行官马特·弗隆 Matt Furlong 意外离职，他领导了扩大其在线业务的努力，引发了对该公司未来的担忧。最大股东里安·科恩 Ryan Cohen 领导了将 GameStop 转向数字销售的努力，被任命为其新的执行主席。电子交易平台 OnDao 表示，此举可能会损害公司。GameStop 的股价在2021年初上涨，但比1月份的峰值下跌了近 80%。当时 Reddit 上的魔音股票交易员提振了销售额。宠物用品公司 Chewy 的创始人科恩去年成为该公司的最大股东，并表示他当时打算将其转变为数字视频游戏供应商。谷歌将打击在家工作的员工。英国每日电讯。Google 以威胁对不来办公室的员工进行打压，警告考勤将纳入他们的绩效评估之中。这家科技巨头在周三再次更新了其混合工作政策，解释员工每天上午进入办公室时的刷卡考勤将被记录下来。Google 的人事总监菲奥娜·希科尼向员工发送了一封电子邮件，与人亲自聚在一起是无可替代的。Google 已经有一项政策，要求员工每周至少3天来办公室。希科尼补充说，现在他们将开始将遵守该政策纳入员工评估的一部分，并向经常不在办公室的员工发出警告。据 CNBC 报道，该公司的人力资源负责人还要求那些已经获准全职远程工作的员工重新考虑部分时间回到公司办公室。他写道，对于那些远程工作且住在 Google 办公室附近的人，我们希望你们考虑切换到混合工作模式。该高管还表示，未来只会例外情况下允许员工进行全职远程工作。拥有9/11历史的权力经纪人吉米·邓恩 Jimmy Dunn 说明 PGA 和沙特人坐上了谈判桌。多伦多星报。美巡赛已经结束了与沙乌地阿拉伯主权财富基金的诉讼，并建立了商业合作伙伴关系。与欧洲巡回赛和沙乌地阿拉伯公共投资基金共同拥有的盈利性实体由政府拥有将监督3个合作伙伴的业务，称为 NUCO。 交易的一部分是结束所有诉讼。 PGA 巡回赛专员 Jay Monahan 被任命为 NUCO 的首席执行官， Yasser Al-Rumayyan 被任命为该公司董事长。
莫纳汉任命权力经纪人吉米·邓恩、Jimmy Dunn 和桑德勒·奥尼尔 （Sandler O'Neill） 联合创始人吉米·邓恩 （Jimmy Dunn） 在2001年9月11日的恐怖袭击中失去了66名员工。他担任 PGA 董事会成员，试图将各方团结在一起。就在1年前，沙特支持的联赛 LIV 引起了强烈反对，因为 PGA 董事会表示，如果这意味助球员必须为成为巡回赛的成员道歉，他们不赞成球员加入联盟。莫纳汉解释说，与2次巡回演出的法律费用和对 DP 世界巡回赛的承诺相比，这笔资金是可观的。如何为不可预测的事情做计划，并减少退休后的财务恐惧？加拿大环球邮报，加拿大退休人员大卫·加维 David Garvey 和他的妻子在 COVID-19 大流行限制生效后于2019年搬到加拿大温哥华岛后，被迫适应较慢的生活节奏。Garvey 说，他们花了几个月的时间才适应他们的新社区，但最终他们建立了一个由新老朋友组成的社交圈。由于多年的储蓄和投资，在财务顾问的帮助下处理的退休投资组合以及固定收益养老金计划，他们在退休计划的财务上仍然走上正轨。然而，通货膨胀仍然是一个令人担忧的问题。与此同时，金融专家正在协助夫妻为幸存的伴侣被留下来处理投资组合的可能性做好准备。这种情况可能是老年人担心的主要原因，特别是因为配偶一方通常负责处理家庭财务，而另一方则管理投资组合。去年价格上涨了10倍。BBC， 东约克郡被福利市场的贸易商正在采取新的策略，以在艰难的交易条件下保持业务运行。许多客户正在扩大他们的家庭预算，这给贸易商带来了压力，要求他们在保持质量的同时保持低价。工匠们已经开始使用社交媒体来推广他们的商品，很少有人在走过市场摊位时冲动购买。食品仍然受到顾客的欢迎，但非食品贸易商正在苦苦挣扎。摊位租金的增加也无济于事，迫使一些贸易商完全倒闭。全国市场交易商联合会 National Market Traders Federation 主席约翰·戴森 John Dyson 表示，该行业正在迅速变化，工匠贸易商的数量现在超过了那些销售秒针或超套商品的贸易商。他补充说，年轻一代的交易员为未来带来了希望，并热衷于参加即将到来的2023年青年贸易商市场比赛。曼哈顿租金比1年前上涨 10%。CNN， 根据 Douglas Elliman 经纪公司和 Miller Samuel 的报告，曼哈顿的公寓租金中位数连续第3个月达到有记录以来的最高水平，达到$4395，价格较4月上涨 3.6%， 同比上涨 10%。据报道，随着越来越多的人租赁公寓，房东的激励措施正在下降，库存水准比去年上升了 21%， 但在过去10年中仍低于平均水准。尽管人们乐观地认为供应激增可能会在今年秋季降低价格，但市场观察人士表示，除非出现经济衰退，否则目前的情况不太可能很快导致租金下滑。谢谢大家收看股市简报，这是由6度简报团队为您制作的内容。6度简报的网址是6dobrief.com，专门面对全球精英、专业人士。